我们在建立方形线条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考虑的是适合性，就是服帖度；第二个是长度鲍勃的美感比例；第三个呢就是客人的接受程度。划分线与剪辑线首位3线平行，水平呢更容易建立质感。先剪一个 A 技术，达到绝对零度。其次呢，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可以一刀整个去剪完。那我先分薄薄的一层呢，更容易控制，然后跟线，再紧跟着底下一点放射，剪一个堆积。注意看，我们找一个90度，然后一半的位置45度。角度越低呢，重心就会越低。相反的，上面长度越长。如果气质不好呢，脖颈短呢，这样剪呢，脖颈容易变短。因为 model 呢脖颈比较细长，气质比较好，所以我们重心放低一点。切记首位与划分线平行，定点放射，等于先 A 再 B 技术，以不破坏外线。这样在现场剪的时候呢，更容易控制。划分线已经变成前高后低，注意首位一定是定点，先剪 A 方再剪 B 方。另外一侧呢，用同样的方法。注意我们的站位非常重要，如果我们往反方向靠，就容易变成三角形。我们一定要定在后面的一个面方形，如果往前走，就容易前短后长变成圆形。简单一点就是 A 方再 B 方。其次量感区，我们看好，找到头骨发丝的夹角45度，跟导线逐渐走上去，这是90度，一半的位置45度。这样剪完之后就可以剪一个圆形的堆积，并且没有一点重量线过渡到枕骨区以上。次分区呢是多点斜向前，每一片在走圆的过程当中找到发丝与头骨的夹角。最后一刀呢要降低到0度，否则发际线就会缺，保证我们的质感。因为 model 的脸型风格都比较骨感高级，所以完全能够驾驭质感的，我们不会剪得偏动感。另外一侧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次分区首位站位形状走掉，养成一个习惯，进行较后的一个打磨，这样呢在头发的回原度和还原度会更高，以及再现性会更强。斜向前就斜向后，斜向后就斜向前。然后动感区注意看一下，我们全是连接的，表达质感，就等于呢剪了一个轻的堆积，高角度堆积，逐渐往上走。这是90度压低，在46度到89度，等于后面呢次分区动感区是一点放射。如果继续剪45度，就变成经典堆积，从整个后面的静态区 A 到量感区 B， 再到动感区 C，A、B、C 逐渐过渡上去。一点放射，首位划分线平行，整个长度呢就不会太高，重心是偏低的。难听的就是老气，好听的就是有气质，所以要选好素材，这样过渡上去。次分区一直要保持剪切线与分切线平行。那剪去除高角度的建议用外夹剪，更容易剪高，不容易剪低。整个过渡再到前侧，注意看好，这个可以完全根据经典的变化来走。注意看好，我们借后面的导线，借后面的量感，逐渐走到这一片是0度。这样走完呢，整个外线都会保证完整的质感。划分线都是斜前往后靠一片，逐渐往下由高至低降到发际线0度。为了启发大家，另外一边用另外的方法进行修剪。要学技术，不要学发型。注意看好，借后面的导线，但是不借后面的技术。注意看好，没有降到0度，这样剪完就会前缺掉，就是碎后实，然后再斜后打毛。注意看一下，进行一个交叉，根据脸际线全部定到第一片，这样可以保证后面的长度，然后更容易落下来向前向后的包裹性，这样整个外线呢就前虚后实了。注意看好，我们这边呢一开始是降到0度的，我们再去提升到75度左右，把外线剪缺，就会得到前碎后实的这个状态，这样会比较年轻，同时又既有经典的一个框架。一定要养成交叉打磨的习惯，只要不超过1公分都是可以修回来的，如果超过1公分，那就需要重新去修剪，所以提高客人的还原度和复购率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，养成这样的好习惯。然后再到顶区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们会偏垂直斜向后剪一个反曲线，创造更强的动感。我们这是左右的空间，往后带是一个反曲线，用手背进行外夹剪修剪，这是左右。
那这样分区比一点放射的好处就是侧区落下来没有重量线，落到后区也没有重量线，这是转角线，然后继续的第3片往第2片去带，保持偏移的规律和静态区量感区是一致的，千万不要定到第1片就变成定点反曲线，一片靠一片。看好这个细节，等于整个头发剪完之后，外线有我们的质感，体现高级量感，交叉检查是一个反曲线，然后动感区有动感。另外一侧呢，大家注意一定是要站位站在前面，用外夹剪方便修剪，更好的控制脸边的对称与脸边的亮感。而经典堆积都是剪体现质感的，这样剪完呢，既能保持经典的形体，又非常的时尚年轻。注意看好，脸边保持一致，这样剪一个反曲线的技术，创造最强的动感，且能拿走很多的亮感，并能保持配合今天的人物风格，比较适合刘海停留在下庭，非常的大气，然后再进行交叉打磨往后带。因为是烫过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直播间呈现的时候呢，在自然吹干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它的形体，后区有没有重量线，就是下实上动感，整个刘海也非常的满足我们一开始剪反曲线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希望呢大家有所吸收。